在尘世间，许多人都有着这样的认知，佛代表着放下，宛如一位超脱尘世的智者，劝诫人们看淡世间的功名利禄、爱恨情仇；而道则意味着拿起，如同一位潇洒的行者，鼓励人们积极地去拥抱生活，体验百态。佛常言空，这空并非一无所有，而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洞察到万物的虚幻本质。道则讲无，这无是一种超越有形的境界，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可能。佛以慈悲为怀，用那温暖而包容的胸怀去关爱世间的每一个生灵，给予他们救赎与希望。道崇尚自然，倡导人们顺应天地的规律，与大自然和谐共生。佛渡人去彼岸，那是一个没有烦恼、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，引导人们摆脱尘世的束缚。道劝人坐看云起，让人们在闲适的时光里欣赏自然的变幻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很多人都曾思索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佛道两条截然不同的修行之路，究竟该如何去修呢？我自己也不例外，无数个日夜，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。直到一个宁静的下午，我正悠然地泡茶，当水在壶中沸腾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那热气腾腾的水汽袅袅升腾。我将茶叶投入杯中，只见茶叶在滚烫的水中打着转，仿佛是一群欢快的舞者，在水中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姿态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灵光一闪，佛是这杯茶，道也是这杯茶。佛能看见茶终将会凉，就如同看透了世间万物的无常。所以佛教导我们要不执着于事物的表象，用一颗出世的心去经历人世间的种种，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能保持一颗平和淡定的心，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左右。而道看到茶此刻正热，那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，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。先闻一闻那醉人的茶香，用心去感受这一刻的温暖与惬意，活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佛就像是一个站在远方望向你离开方向的引路人，他关注着你的未来，指引你走向解脱。道则如同一座守在你身边，陪伴你停留当下的港湾，让你在疲惫时能有一处栖息之所。其实佛道并非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，而是同一条修行之路上不同的回头。佛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死亡，让我们明白生死不过是自然的轮回，从而放下对死亡的恐惧。道则告诉我们如何不负此生，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尽情地去体验，去创造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你到底是信佛还是信道？我看了一眼面前的杯子，心中便有了答案。茶是茶，水是水，它们看似分明，却又无法真正分开。当我们喝茶时，就只管用心去喝茶，感受那茶水在口中的流转，品味其中的苦涩与甘甜，这便是道的境界。即便我们知道这茶终会凉，会失去那最初的温度和香气，但依然选择将它喝完，享受喝茶的整个过程，这就是佛的智慧。其实又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？当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，佛会在前方等你回头，用他那慈悲的目光和智慧的言语，引导你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。当我们感到身心疲惫时，道会轻声说，此处可坐，让你在宁静中放松身心，汲取力量。在那清幽的院子里，一个僧人手持扫帚，认真地清扫着地上的落叶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专注。另一个隐士则在香炉前焚香，
那袅袅香烟升腾而起，仿佛带着人们的祈愿飘向远方。一个在佛堂中念经，那低沉而悠扬的诵经声回荡在空气中，仿佛能洗涤人们的心灵。另一个在院子里种花，看着那一朵朵娇艳的花朵绽放，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美好。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喝着同一口井的水，共同仰望着同一个月亮，见证着它的圆了又缺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甚至分不清谁是僧，谁是道，只知道当风轻轻吹来时，他们都能听见眼角的铃响，那清脆的铃声仿佛是大自然与他们心灵的对话。修行到最后，我们既不是修成了高高在上的佛，也不是变成了逍遥自在的仙，而是修成了一个真实的人。饿了会自然的去找吃的，满足身体的需求，疼了会毫无掩饰的哭出来，释放内心的痛苦，看见花开会不由自主的笑起来，感受生命的美好。我们能够做到该拿起的拿得起，不畏惧困难和挑战，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该放下的放得下，不被过去的烦恼和遗憾所牵绊，轻松地前行。不拿时，内心也不空，依然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；不忘时，也不会感到满，始终保持着谦逊和进取的态度。信佛还是信道，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佛道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让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中的烦恼越来越少，心情变得愉悦自在。只要我们选择的路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成长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，那就是正确的路。在这世间，没有任何人能够直接把你变得越来越好，你越来越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找出自身的不足并加以改进，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自救，在困境中不放弃，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成长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。虽然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贵人的指引和帮助，但真正走路还是要靠自己。佛是醒中的梦，它让我们在清醒的现实中怀揣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。道是梦中的醒，它让我们在梦幻般的想象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就这样，我们在人间走着，努力做一个儒表、佛心、道骨的人，以儒家的礼仪和修养展现于外，以佛家的慈悲和智慧滋养内心，以道家的自然和豁达塑造风骨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之路。